高考前，我的青梅爱上了混混体育生，他整天和他厮混，为他放弃考试，还献上了他最珍贵的东西。我不忍他堕落，告诉了他的父母。事情闹大，体育生被他父亲打个半死，就此消失人海。多年后，在我们的婚礼上，青梅得知他的死讯，一把火烧了我们的婚房。都是你害死了他，站在这里的人本应该是我和他，你下地狱赎罪吧！熊熊烈焰照亮了他狰狞的面孔。再睁眼，我回到了高三。拜托了，我的好竹马，你就帮帮我嘛，撒个小谎就好，只要骗我爸妈说我和你去图书馆了就行。耳边的声音逐渐清晰，我大叫一声，猛然抬头，烈火焚烧的疼痛如潮水般顷刻消失。看到眼前这张俏丽的面孔，我下意识后退一步。江月立刻就恼了，陈君怡，你不答应就算了，怎么还一副惊恐的样子？我又不吃人，我怔怔地站在原地，突然意识到我竟然重生了。见我状态不对，江月拉住我的手腕，用力摇了摇。陈君怡，你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呀！他脸上担忧的神情不像作假。可10年后，他为了贺玉放火烧死我，也是事实。江月是我的青梅，人如其名，如月光一般温柔皎洁。高一开学典礼那天，他站在台上，一袭白裙，优雅拉动小提琴的倩影，走进了台下无数春心萌动的少年们心里。大家都称呼他为白月光，可望不可及，平等的照亮每一个人，却永远无法被人紧握的月光。而我是全校男生都嫉妒的存在。江月性格安静慢热，和谁都是泛泛之交。当然，除了我，我们两家是邻居，走动频繁。在我们小时候，江父江母工作忙，还经常把江月送到我家养着。总有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命真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后结婚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我也以为我是不同的，我也以为这是我和江月的天定良缘。直到贺玉的出现。贺玉是我们学校的体育生，性格孤僻，劣迹斑斑，但他长着一张很帅气的脸，一张只需一眼就让江月沦陷的脸。江月疯了一样的想靠近他。前世我耐不住他的哀求，答应帮他欺骗父母，让他安心去和贺玉玩。从那以后，贺玉这2个字就常常出现在他口中。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自带破碎感的人。他真的很可怜，从小就没了妈妈，爸爸又是个酒鬼，他很没安全感。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光，是我照亮了他。听到这种话，我心中不免酸涩，却也无可奈何。后来江月慢慢疏远我，和贺玉如胶似漆。他开始逃课，为了他竟然还放弃了一模考试。直到我看到这个全校公认的女神神情艳足地挽着贺玉出现在脏乱差的小旅馆门口。终于这晚，在他父母询问他的去向时，我选择说出真相。江父江母震怒，跑到学校大闹一场，并扬言要报警。贺玉他爸顿时就火了，对他拳打脚踢，谁都劝不住。从那以后，贺玉就消失在了我们的青春里，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正轨。多年后，我和江月步入婚姻的殿堂。婚礼上，有个高中同学喝多了，笑着说：“你们还记得那个贺玉吗？他退学以后就去了会所，玩得可花，上个月被一个富婆的老公砍死了。这事还上了新闻。你们看。”江月脸色煞白。这晚，他趁我醉酒，一把火烧了我们的婚房。都是你害死了他，我本来可以拯救他的，我和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未来。我嫁给你，不过是玩够了，找个接盘的而已。陈君怡，你就是条不折不扣的舔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煎熬。现在我终于解脱了，哈哈哈哈！现在你下地狱赎罪吧！熊熊烈焰照亮了他狰狞的面孔。我怎么也没想到，因为贺玉，他竟然记恨了我这么多年。在他癫狂的笑声里，我失去了意识。大概是上天听到了我内心的呐喊，竟然让我有了重来的机会。这一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江月摸上我的额头：“你没事吧？”等我等得冻傻了。我摇摇头，在他期冀的目光中缓缓开口：“你去和贺玉玩吧，以后晚自习下课，我就不等你一起回家了。”江月皱着眉，有些讶然：“陈君怡，你怎么这么小气？我又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朋友。贺玉他很好啊，你和他相处的话，你肯定也会喜欢他的。”他以为我在和他赌气。我知道在你们眼里他就是个小混混，但那都是因为他原生家庭不好，他才会走上错路。我一定会拯救他的。前世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接近贺玉，但后来也是他对我说：“你别管我了。”贺玉说的对，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等到七老八十吗？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人生苦短，快活一天是一天。当他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他。他没能拯救任何人，反倒被贺玉同化。而这一次，我选择祝福他，那祝你好运，成功拯救他。这时，贺玉从一旁的小巷子出来，迎面向我们走来，那双阴鸷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像是我抢了他的什么东西。他对江月说：“那我送你回家。”
江月却没搭理他，而是狐疑地盯着我。陈君怡，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你好奇怪。我不说话，只是加快了回家的步伐。江月在我身后气愤地跺脚，你朝我阴阳怪气什么呀？不等我就不等我，谁稀罕啊？以后会求着我跟你玩的书呆子，我是真心祝福他。这一世，他去追求他想要的吧，我尊重他的命运。前世，我花了太多心思在江月身上，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又怎么容得我三心二意？到最后，我只去了一个末流985。我本来可以考得更好，现在离高考不到4个月，这一次我必须全力以赴。江月却主动找上了我，她的出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臃肿肥大的蓝色校服遮掩不住半点她的美丽，反倒衬得她更加青春靓丽。同桌拿手肘对我，朝我挤眉弄眼，肯定是来找你的。果不其然，江月直奔我而来，还递来一个纸袋，我妈让我给你带的，她出差带回来的特产。我头也没抬，继续在草稿纸上演算，放着吧，替我谢谢阿姨。江月没动，我抬起头，只看到她皱着好看的眉头，埋怨我：陈君怡，明明是我给你背过来的，你怎么不谢谢我？我言简意赅，谢谢。她瞪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走开了。同桌劝我：你俩吵架了呀？我说最近怎么没看到你俩一起走？人家女神都主动找你示好了，你别太较真啊，给个台阶就下。我直接否认，没有的事。很快，江月来找我的事就传到了贺玉耳中。下午体育课下课，一个篮球直接砸上我的后脑勺。我回头看去，只见贺玉阴沉着脸对我说：我和你打一架，如果我赢了，你再也不准缠着江月。我说：你搞清楚事实。我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我还得回去刷题。他却怒了：难道还能是江月缠着你吗？别以为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就会喜欢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江月才不喜欢你这种窝囊废。窝囊废对于任何男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更何况我内心还是个成熟男人。贺玉直接给了我一拳，挑衅道：窝囊废来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被打飞，我的眼前模糊一片。贺玉的拳头又快又狠，但我也不是吃素的。小时候我身体差，我妈一直让我学跆拳道。贺玉没有技巧，打架全凭着一股狠劲儿。我们俩你来我往，谁也没讨到好。直到江月一声尖叫，冲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脸颊火辣辣的疼。我生平第一次被人甩耳光，这巴掌江月用了十足的力气，他的掌心红透了，就连手臂都在发抖。他愤怒地质问我：陈君怡，你有病吧？你欺负贺玉干什么？这怨恨的眼神像是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贺玉得到的待遇和我截然相反。江月小心翼翼地扶起他，脸上满是担忧。他踮起脚尖，对准他的脸轻轻吹气。我不得不承认，他们俩其实很般配，男帅女靓，是任谁看到都要惊叹一句鄙人的。江月焦急地问：疼不疼？贺玉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习惯了。于是江月更心疼了。为了给贺玉出气，他当着我的面狠狠踩碎了我掉落在地的眼镜。这副眼镜是江月送的，他16岁那会儿参加小提琴比赛获了奖，特意用奖金给我买的。江母说他挑了很久，反反复复的选，反反复复的猜我会喜欢哪种，我戴着哪种好看。这小妮子给我和他爸挑礼物都没这么用心。江月耳根绯红，娇嗔：妈，你别说了，以前的我一直很宝贝他送的任何东西。前世我甚至还把这副眼镜收藏起来，想等我和江月的孩子出生以后，告诉他我们的爱情故事。现在想来挺可笑的。江月指着我的鼻子骂道：陈君怡，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一个没有同理心的怪物。我告诉你，我们完了，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很奇怪，听到这样的话，我并不感觉心痛，只觉得他们很烦。我爬起来，利落的拍拍灰：这眼镜是你送的，你踩坏了也好。这巴掌我忍了，我不想打女生，但有下次我就不会这么大方了。让你的贺玉离我远点，我很忙，没空陪你们演什么青春疼痛文学。贺玉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也就江月才那么天真，在自顾不暇的高三还妄想拯救他。他乐意做他的救世主，反正和我没关系了。江月单方面和我陷入了冷战，他一看到我就挪开目光，把我当隐形人。从小就是这样，一旦我惹得他不开心，他就一句话都不会和我说，非要我认错求和。我乐得清闲，刷题的干劲儿更足了。很快一模悄然而至，我认真备考，自我感觉很不错。考完后，同学们聚在一起，热火朝天的讨论答案。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你们知道吗？江月弃考了一下午都没看到人，他们班主任现在到处找他。江月一直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就算我们不同班，我也能经常从同学口中听到他的消息。有人开了头，于是大家便开始兴致勃勃地开始讨论他。
我自觉无趣，收拾东西回家吃晚饭。走到半路，贺玉搂着江月出现在我眼前。她变了很多，齐腰的长发被剪短，妆容夸张，嘴上还涂了黑色的口红。但无可争议的是，她依旧还是美的。贺玉得意洋洋地炫耀，她为了我肯放弃考试，为了你会吗？陈君乙，你就是个 loader， 我忍无可忍，是 loser。贺玉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关你屁事，你就好好当你的书呆子吧，反正没有女生会喜欢你的。他是不是以为所有女生都像他一样肤浅？江月靠在他怀里，深情告白：阿玉，这下你相信我最爱你了吧？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以后不准再用分手来威胁我了。没有你，我根本活不下去。贺玉好像真的很感动，握住他的手，单膝跪地道：月月，你就是上天赐给我的那束光，谢谢你愿意照亮我。我顿觉无语，抬腿就走。身后他们拥抱在一起，旁若无人的亲吻，上演着偶像剧一般的情节。后来为了圆谎，江月竟然故意摔伤了自己的右手，声称是因为右手骨折才没去考试。江母急得团团转，这可怎么办？这样怎么学习啊？马上就高考了，江月满脸无所谓，大不了复读啊，没关系的。妈，我这么聪明，再读1年考得更好。江母却连连叹气，哀求我：君乙，你成绩好，你有空就帮帮月月吧。一模成绩出来，我进了年级前10，前10我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在10名开外徘徊。班主任对我青言有加，说我没准就是这一届的黑马。我还没开口，江月就嚷嚷着不要我猜，不要他来教我。江母脸上有些挂不住，帮江月解释，也是高3了，君乙得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我妈心疼死了，红着眼眶问江月疼不疼。我妈看着她长大，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半个女儿。江月却笑得很开心，阿姨，我一点都不疼的。等大人们都走了，她才嗤笑着对我说，你别觉得我可怜，爱能止痛，这点小伤算什么？你就是个会读书的呆子，别以为我妈夸你，你就可以飘了。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我怕贺玉误会。说着，他拿起我妈让我给他包的橘子，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我不会吃你的任何东西，他们和你一样恶心。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还沉浸在考了年级前10的喜悦中。要不是我妈拉着我，我根本不会过来看他。右手骨折后，江月更加肆无忌惮，天天和贺玉疯玩。周日这天，我妈在厨房里忙活，突然对我说：君乙，你去叫月月来家里吃饭。我不愿意，我妈皱眉抱怨：你俩又闹什么脾气呢？月月的手都骨折了，你江叔叔江阿姨都在外地出差，她一个人在家，小姑娘怪可怜的。听话呀，你男子汉，气量放大点，多让人家。乖，去叫月月过来。在我妈眼里，江月还是那个乖巧懂事，爱在她怀里撒娇的小姑娘。我想了想，还是出了门。等会儿转一圈回来，直接说江月不在家就行。江月就住我家隔壁。暧昧的嬉笑声从他家传出。我是个成年人，已然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正要转身回家，门却倏地一下开了。贺玉光着膀子站在门口，嘴里叼着一根事后烟，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四眼田鸡，偷听的爽不爽？要给钱的知不知道？他身后，江月正急忙扣着扣子，头发凌乱，双颊绯红，脖子上还有着显而易见的红痕。更离谱的是，他的右手完好无损，原来是装的呀，根本就没有什么骨折。我只是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大，竟然趁着家里没人干这种事情。贺玉推搡我的肩膀，眼神凶狠，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抠下来，连女人都没见过的蠢小子。江月走过来威胁我：陈君乙，你不准向我爸妈告状，否则我不保证阿玉会对你做什么。他的唇瓣娇艳红肿，上面还有着斑驳的咬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说我妈喊你吃饭，你不在家就算了。贺玉满意的笑了，吻上她，将烟圈递进她口中。离开前，我扔下最后一句：对了，以后别惹我，不然我很有可能会说漏嘴。没有江月的打搅，我进步神速。这天高考体检完，一个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你们听说了吗？体检的时候，江月被查出来怀孕了，表面上一副多清纯多高冷的样子，其实暗地里早就成了贺玉的形状，哈哈。这时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陈君乙，班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我不明所以。有人却看向我，揶揄道：不是吧，大学霸也有你的参与，你看着正经，其实也不是个正经人啊。我皱眉否认，嘴巴放干净点。他却不以为意：什么呀，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可是白月光女神给你赚大发了。我懒得搭理他，赶往办公室。刚出教室门，就看到江父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我下意识向他打招呼，他却一脚将我踹倒。陈君乙，你这个畜生！江父还想动手，却被江母拉住。我妈颇为手足无措，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君乙平时很有分寸的，
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他又转向我，急忙道：“君逸，你说句话啊，快跟你江叔叔解释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江月就站在他们身后，红着眼眶，寻死觅活。见我看来，他扬起一个挑衅的笑容。他怕伤害到贺玉，所以让我背锅。我爬起来，一字一句地说：“我没有。”江父更气了，平时不苟言笑的脸，此时涨得通红。你个小王八犊子，做了不敢承认是吧？老子非得打死你！老子算是看错你了，亏我还把你当半个儿子。我妈拦着他，肯定是有误会。老江，君逸是你看着长大的，他什么人你清楚的呀？江父怒吼：“难道月月还能拿自己的清白污蔑他吗？”江月也开始演，埋进江母怀里，嘤嘤哭泣：“陈君逸，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明明是你哄着我做了那种事，这个孩子就是你的。”走廊里有不少看热闹的学生，对着我指指点点，真是陈君逸的。他们平时就走得很近我的女神啊，你怎么就瞎了眼啊？没准早就做了，现在才被发现青春期的男生血气方刚，懂的都懂。陈君逸看起来人模狗样的，没想到背地里是这样的人，一点担当都没有，人品太差了，舆论一边倒。江月见状，哭得更大声了，一个劲儿的给我泼脏水。陈君逸，就是你骗了我，你还说喜欢我，现在你连承认都不敢，你还算不算个男的？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说什么也不会跟你在一起。我丝毫不慌，冷笑：“要不我们查查小区监控，看看你到底把谁带回了家？再不然，我们报警，让警察查一下学校后面的那家小旅馆。和你一起出现在那里的，到底是我还是贺玉？”一瞬间，江月脸色煞白。江月一心只想维护贺玉，所以编造了这么蹩脚的谎言，简直漏洞百出。果然，和蠢人在一起玩，智商是会降低的。江月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快，校方就把贺玉的父亲叫到了学校。和前世不一样的是，贺玉他爸这次没有再对他拳打脚踢，而是喜上眉梢，在办公室里大放厥词：“你们呢，就把我这孙子安安心心生下来。”江府一拍桌子：“生什么生？他们俩都是孩子。”贺玉他爸嘿嘿一笑：“孩子还能上床呢？你女儿这么……”话没说完，他就被江府一拳撂倒在地。贺玉他爸的脾气本来就不好，江父又在气头上，这两人顿时就打了起来，一点成年人的体面都没了。办公室一片混乱，校长和一干领导奋力拉扯，才好不容易把他俩分开。贺玉他爸满口污言秽语，贺玉信誓旦旦：“我会对月月负责的。”刚一说完，江府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没人拦，都觉得他活该。贺玉他爸满不在乎：“你打，等打得消气了，咱们再谈我孙子的事情。”江父的拳头又要落下，江月却冲到贺玉前面，梗着脖子：“爸，你要打就打我，又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我愿意的是我愿意的。”贺玉感动得痛哭流涕，当即就跪在江父江母面前：“叔叔阿姨，求求你们成全我们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江月也跟着跪下，哭得梨花带雨：“爸妈，只有和贺玉在一起，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我真的很爱他。”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成了阻止他们终成眷属的恶人，只有贺玉他爸洋洋得意：“不是我说，打胎多伤身体啊，两个孩子感情好，现在就办婚礼，等以后再领结婚证，他们早点当爸妈，早点完成人生大事，以后也就早点享福辈，多好。不谙世事的年轻父母，糊涂长大的可怜孩子，哪来的福享？再说了，孩子又不是你们的，你们可以管着你女儿，但她自己的孩子得让她自己决定吧。”贺玉他爸整天喝酒耍酒疯，但说起歪理来，可真是一套又一套的。江月被他的话说动了：“是啊，这是我的孩子，他也是一条生命，你们凭什么就剥夺他出生的权利？我才是他的母亲，我要生他就必须出生。”江府看着他倔强的脸，实在没忍住，给了他一巴掌：“你以后拿什么养活他？你自己的人生还要不要？”江月的脸颊顿时高高肿起，他几乎是哭着喊出：“我不管，我要生我就要生！”从这以后，江月再也没来上过学，只是我家隔壁总传出争吵声，他是他，他爸是他爸，他和他爸不一样，以后我是和贺玉过日子，又不是和他爸，只要贺玉对我好就够了。可是就连贺玉自己都没能逃脱原生家庭的阴影，再加上他这个幼稚的圣母，又能改变什么呢？贺玉开始频繁登门，虽然每次都被轰出去，有一次贺玉被江父赶出门，还被浇了一盆拖把水。江月心疼地扶起他，用衣袖给他擦去水珠：“阿玉，你没事吧？都怪我爸，他太死板了，你怎么不好？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我刚好晚自习下课，从他家门口经过，却再次被波及。”江月愤怒地看着我：“要不是你，我们会变成这样吗？你帮阿玉挡一挡又会怎么样？我爸又不会为难你。陈君逸，你真的太自私了，他真好意思指责我。”我盯着他无理取闹的眉眼，突然想到很久很久以前，那次我考试失利，他安慰了我很久。我们并肩躺在操场上看夜空的星星，他问我：“陈君逸，你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想了想，答：“一间能遮风避雨的房子，一份能养活我和家人的工作，
一个支持我体贴我的爱人。那晚她的眼睛比星空还要美。那我要拉一辈子的小提琴，以后你混不下去了，我养你啊！多稚嫩的誓言，说的人忘了，我却还记得。只是那画面遥远到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反对，我也会跨越艰难险阻和贺玉在一起。我要向你们所有人证明，我们是对的。砰！我关上了门。呼，世界清静了。闹出了这档子事，我爸妈对他们家也越来越不待见，还敢给我儿子泼脏水。我儿子多听话，多老实一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不入流的事情？我要是养出这种拎不清的女儿，直接和她断绝关系，一语成谶。江父带着江月去打胎那天，贺玉他爸直接杀到医院发疯，一哭二闹三上吊，扬言谁敢给江月做手术，他就直接跳楼，死在医院。医生不敢做，手术也就搁置了。一连多天，贺玉他爸都死守在这栋楼下。江月也用绝食逼他父母松口。江父焦头烂额，工作家庭两边都得顾，两边都顾不好。江母整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没多久，江月跟着贺玉私奔了。他们选择私奔的那个夜晚，我正埋头刷题，听见楼下的动静，往窗外瞥了一眼。月明星稀，蝉鸣热烈，一无所有的少年牵着满腔孤勇的少女，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听起来多浪漫。没关系，生活会教他们做人。有些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本领傍身，还有一个即将出世嗷嗷待哺的孩子，我都不敢想有多少苦日子在等着他们。再甜蜜的恋人都得遭遇现实的暴击。后来我才听说，私奔那天，江月为保万无一失，给他爸妈下了安眠药。江母本身就有心脏病，差点醒不过来。江父对江月死了心，扬言要和他断绝关系。就当他死了，就当我这些年养了一条不懂感恩的狗。江父把江月的东西全都扔出了家门。有一天，我路过垃圾场时，正好看到那把断了弦的小提琴。曾几何时，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被人视若珍宝。现在却孤零零躺在角落，脏了，坏了。我没有再看了，而是抬头望向朝阳，继续往学校走去。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我的青春里。这场闹剧终于落幕。窗外日光弹指过，在这个夏天，我如愿考上了北大，成为了本届最大的黑马。我们班主任脸都快笑裂了，直夸我争气。我爸妈大摆筵席，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那些很久不见的弟弟妹妹全都围在我身边，恭恭敬敬地请教我。大人们告诉他们，多跟哥哥学，知道吗？沾沾聪明气，这热闹非凡的场景却让江母红了眼眶。如果月月没有江府立贺这么喜庆的日子，你提那个晦气东西干什么？他都想害死你了，你还想着他？江月污蔑我后，江府江母向我道过很多次歉。这个向来严厉的中年男人在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郑重地说对不起。我觉得他也挺倒霉，没追究，反倒安慰了他。江父久久地看着我，一向刚强挺拔的男人像是在一瞬间就衰老下去，默默红了眼眶。几年后，我接到了一个来自远方的电话。陈君怡，这熟悉的声音是江月。是我。他的声音里带了哽咽。你联系得上我爸妈吗？他们的电话怎么成了空号？我答，他们不希望你再来打搅，所以换了电话号码。怎么会？不可能的。怎么会？那边传来孩子的哭声，紧跟着江月泣不成声。这一年的除夕夜，江月跪在门口，身后跟着个半大的孩子，声嘶力竭，爸妈，你们来看看你们的外孙啊，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就算他的额头磕出了血迹，他面前的那扇门还是没有打开。他不知道的是，江父江母已经搬走了。江父是个很要脸面的人，发生了这种事，他没法装作若无其事的待下去。我妈还告诉我，江母怀孕了，卖出这套房子就意味着她已经走出了阴霾，准备好好养育她的第二个孩子。一切都尘埃落定，我们都在往前走。只有江月还被困在18岁的那个夏天。再见到江月，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我在街边接电话时，刚好看到两人在争吵。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怎么和你那个前男友越长越像？我没有前男友，别嘴硬。你和你那个竹马肯定有一腿，别以为我不知道。没等女人再开口辩解，男人就摔了手里的酒瓶。这巨大的响声惹得路人纷纷侧目。女人被吓得愣住，开始发抖。她的反应怎么这么大？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了。男人甩了她一耳光，又对她拳打脚踢。老二越长越不像我，你就是个荡妇，老子喝酒也要管你他妈管好你自己吧，浪货！女人护住脑袋，一动不动地承受他的怒火。很显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看不下去了，上前阻止。男人怒骂：关你他妈的屁事，给老子滚！他搬起凳子就要砸向女人。我也来了脾气，随手拎起一个酒瓶，要打人去拳击馆。她是你的老婆，不是沙包在动手，我就报警了。
你这个臭婆娘，算你运气好。男人见我的架势，放了几句狠话后，就灰溜溜的离开。女人趴在地上，止不住的啜泣。我叹口气，地上纸巾，一味的忍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欺负。留下这句忠告以后，我就转身离开。这时，身后却传来一句小心翼翼的试探：“陈君怡。”我回过头，有些讶异，他却激动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臂：“是我啊，我是江月，和你一起长大的江月。”我这才想起来，物换星移，曾经光芒万丈的女孩，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模糊，只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影子。但那道影子怎么也和面前的人对不上号。她变了太多，臃肿发福的身材，饱经沧桑的脸庞，沉默怯弱的气质，都和从前那个宁静如水的姑娘相去甚远。江月感叹：“你还是那个样子，都没怎么变。”他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掌，自嘲地笑了一声：“不像我。”我问：“那刚刚那个，就是……”我实在没想起他的名字。贺玉，是他。说这句话时，江月眸光暗淡，嘴里溢出了悠悠的叹息。他苦笑，他和他爸没什么区别。这句话像一把记忆的钥匙，唤醒了那些关于青春的画面。我突然想起来，多年前他神情倔强，信誓旦旦地说着：“爱能止痛，贺玉是贺玉，他爸是他爸，他和他爸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孩子。没有得到正确指导的孩子，在成年以后，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纠正、去改变、去回到正途。但贺玉显然没有这种自我矫正的能力，他还是变成了他最讨厌的父亲的样子。”江月捂住脸，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他的指缝滑落。我这些年都过的什么日子啊？我怎么会选择和他走啊？我还差点害死了妈妈，我真糊涂，我真糊涂啊！他猛然抬头看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陈君怡，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们还有没有可能？你能不能带我？他的话在看到我身后的妻子时戛然而止。妻子刚买完东西，一手拎着购物袋，另一只手亲昵地挽住我的手臂，笑着问我：“你朋友？”我答：“老同学。”他朝江月伸出手。江月有些不知所措，犹豫半晌，还是握住他的手。打过招呼后，妻子替我整理了一下衣领，柔声道：“你们慢慢聊，君怡，我去车上等你。”江月心虚，他明明听到了我的话。我反问他：“爱人之间相互信任不是应该的吗？”江月愣在原地，如遭雷劈。半晌，他才嗓音涩然地开口：“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我没跟着贺玉离开，我考上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顺利的毕业，顺利的工作，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也不断有人离开，但是兜兜转转很久，我和你还是遇到了。我们……”他没有再说了。街边的小店正放着孙燕姿的《天黑黑》，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歌词竟意外的应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年少时候的他本有太多机会可以纠正自己的选择，但是他没做。时光流转，到了如今，当初父母和书本没教会他的道理，生活教会了他。江月，路是你自己选的，怪不了任何人。我帮不了你，但是法律可以。我并不想和他多说，只是像很多年前那样送上真诚的祝福，祝你好运。我该走了，我的妻子还在等我。江月沉默良久，片刻后，他追上我，声音里带了哭腔：“站在你身边的人本来应该是我的，对吗？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就好了。”那我一顿打断他：“没准真的可以，但你不能抱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过活，你得向前看，去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吧，去努力，去蜕变，去重生，去迎接本属于你的未来。相比于其他，学习是一条更稳妥、风险更小的路。而他在最应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放纵，后面的路注定要比同龄人更难走。不过没关系，只要决定改变，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